近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声明，增加了对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信息披露要求。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周日回应表示，中美两国资本市场作为全球重要的市场，相互联系日益紧密，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资者、金融机构相互参与对方市场，加强监管合作是必然的选择。两国监管部门应当继续秉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就中概股监管问题加强沟通，找到妥善解决的办法，为市场营造良好的政策预期和制度环境。中美股市应声上扬。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一直以来，我们对企业选择上市地持开放态度，支持企业依法合规选择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企业不管在哪里上市，都应当符合上市地、运营地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当前，中国主管部门对有关行业进行规范管理，目的是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市场主体持续健康发展。在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中国证监会将与有关部门密切沟通，进一步统筹处理好投资者、企业、监管等各方关系，进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路透社此前报道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增加对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信息披露要求，实际上已经暂停了受理中国企业赴美 IPO。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凤英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中方回应非常及时，也有极强的原则性，表明双方要相互沟通、相互尊重，才能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对中国回应，首先一个，他表示跟中美合作，我认为这一点是必须的，就是美方做出决定，应该跟中方相关部门，比方说我们的证监会进行沟通和合作。我认为这一条是非常，因为它毕竟是母公司在中国大陆，这一点很重要的。陈凤英又表示，中国证监会的回应还再次表明了中国坚持开放的态度。中国证监会依然支持全面开放。所谓全面开放呢，他说支持自己国家的公司到任何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包括就是说美国或者是中国大陆以及香港都可以上市，因为这是他们的自由。那么就是开放。我认为我们的金融开放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大家利用两个市场，还有你必须合法，再加上你必须要合监，就是说你要符合他们的监管部门的要求。我认为这个提法也是非常对。从1992年华晨汽车在纽约挂牌算起，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也有近30年历史。根据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统计，截至今年5月，共有418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市值总额达2.1万亿美元。有分析认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新行动代表着美国监管机构对中国企业发起的最新攻势。从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不断提高监管的门槛，甚至趁机针对中国量身定做了一些损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监管法规，企图对中国实施长臂管辖。其中最受质疑的是去年底特朗普签署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这部法案规定，如果外国公司连续3年不允许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检查审计底稿，就必须从美国股市退市。中国证监会当时回应指，中美之间一直通过监管合作渠道进行会计审计底稿交换，符合国际惯例。但在美方开打经贸战的情形下，美方自己阻塞了相关渠道。今年6月，美国参议院再次通过决议，将退市期限从3年缩短至2年。此外，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今年1月还以所谓与中国军方有关联为由，逼迫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联通香港有限公司3家国企在美股的存托凭证停止交易。陈凤英表示，中美经济相互交融，中国在美上市企业背后不仅仅是中国资本，其背后关联着大量的美国资本。中国企业受到打击，也会让大量的美国普通投资者，甚至是机构投资者资金受损。从这一点来看，中美经济要脱钩很难。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相关举措，表明了美国不欢迎中国企业。相关企业赴美上市需要特别关注政策形势变化。我认为金融脱钩很难，也不太可能。但是金融的松钩，这是肯定的，也就是说美中双方都不欢迎对方。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呢，作为一个中国公司，如果去美国上市，你要考虑这个关系，因为大小中关系全部发生变化了。最关键呢，我认为不是中国不欢迎，是美国。赴美上市之路越走越窄，使得更多中国企业将目光投向香港。陈凤英表示，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大背景下，香港作为背靠中国大陆又向全球投资者开放的自由市场，将会成为维系中国公司和国际市场的重要桥梁。我是认为呢，香港这个桥梁、纽带或者平台作用
比过去都要强。而对香港上市，我认为更好。所以我比较希望，就一批公司可能你在美国可能要受到挤压的时候，到香港来。一个呢，扶助了香港的国际市场，扶助了香港的国际市场的窗口，扶持中国跟国际交流。这个平台可能在未来几年越来越会突出。